去到此地的灵南楼，亮出明玉长老的令牌之后，由楼主亲自恭送上传送阵。下一站，大赵神国神都。抵达大赵神国神都的灵南楼后，南嫣然向楼主要了一份神都地图，准备逛逛神都，熟悉一下地形。行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南嫣然喃喃道：“不知道义父还有皮皮怎么样了？”至于回师门为师尊操办寿宴的两位师兄，自然没什么可担心的。以风兰和水思瑶的修为，通过中州学院的招生考核，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想着，南嫣然取出传讯石，联系药王，把自己将代表药王殿参加炼丹师大比仪式告知药王。令南嫣然惊喜的是，药王和皮皮此刻亦在神都。气派恢宏、风水极佳的药王殿，没了主事人之后，不知道有多少双垂涎的眼睛盯上了这块宝地。在药王殿日复一日的人丁凋零后，其大本营落入了一神秘势力手中。崭星动用家族力量帮药王查出，那所谓的神秘势力不是别人，正是灵医谷。失去了药王殿这个驻地，忠诚于药王和药王殿的人只好另外开辟了一座山门，作为药王殿的新驻地。岁月无情流逝，愿意留在药王殿新驻地的人一代比一代少。药王殿衰落至今，仍继承先辈遗志，对药王殿不离不弃，欲重振其辉煌者只余4人。4人中的一对兄妹于炼丹一道天赋超凡，药王和皮皮此行前来神都，就是送这对兄妹来参加炼丹师大比。10年一度的炼丹师大比，既然赶上了，又怎能错过呢？正好作为打响药王殿知名的第一炮。之所以没有知会南嫣然，也是考虑到他身在灵医谷，不便麻烦他，怕影响他搞事情。没想到南嫣然已经溜出了灵医谷，且准备参加炼丹师大比，这让药王和皮皮万分惊喜。太好了，分开没几天就又要见面了。药王自然不是以他药王的身份进入药王殿，潜在的危险没有根除，他还活着的消息暂不适宜透露出去。他和皮皮改换了容貌，化名为穆念和貔貅，以先祖受过药王传人9弟的大恩为由，自请成为药王殿的客卿，不收取半分供奉。闺女，你别去住客栈，义父租了一间宅院，地址在，义父在这儿等你。还有我，尊主。好，我马上过去。切断传讯时，南嫣然在地图上找到了药王所说的地点，往那个方向走去。才走了几步，忽然骚乱突起，野兽的咆哮嘶吼声与人的厉喝声交织着由远及近。让开，全都让开！狂马发狂了，不想死的都让开！南嫣然循声望去，只见一头像是马与象结合的兽，以着无比迅猛的速度狂奔而来。兽背上的男子被颠得东倒西歪，极力想要控制住发狂的兽。街道上的人群纷纷向左右两边闪避，口中连呼晦气。唯余一名乞儿一动不动地立于路的中央，像是吓傻了，想躲却无法迈开一步，只能满目惊恐地看着那只发狂的兽离自己越来越近。快跑啊！狂马背上的男子嗓子都喊破音了，乞儿眼中滚下大颗大颗的泪珠。他想跑，可是脚就像是被定在了原地。围观群众倒不至于一个想救人的都没有，奈何狂马的速度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冲到了乞儿身前，距离他不足半米。眼看乞儿就要血溅当场，千钧一发之际，南嫣然的千机魔藤出动，欲将乞儿带离原地。一道身影却比南嫣然更快，众人甚至都没有看清那人是怎么出现的，只捕捉到他的残影，瞬闪至乞儿身后。那人一手抱着乞儿，一直点在狂马额间，狂马重重倒地，没了声息。狂马的主人如释重负，正欲感谢救了乞儿，使自己免于背上一条人命的好汉。他抬眼一看，却愣住了。恩王殿下。不少围观群众亦认出了救下乞儿、制服狂马的男子，惊呼连连。天哪，是安王殿下！安王殿下好帅啊！安王
家至今未曾婚配，莫非是在等奴家？你做梦，我才是安王妃。南嫣然眯了眯眼，衣袖下的双拳缓缓收拢，此人就是大周神国帝君之弟安王司空暗，被众人热议的主角，蓝衣如水，一生名华，容颜清俊，如从画中走出来的卓氏家公子。他那飘渺高远的气质，使之不似凡尘俗世中人。此男子正是安王司空暗。司空暗将启儿放下，半蹲在启儿身前，安抚道：“没事了。”他的声音如同山间的清风，令人沉醉。启儿边抽泣边朝司空暗鞠躬：“谢谢您救了我，对不起，我弄脏了您的衣服。”启儿看了看自己脏兮兮的手，又看了看方才因为极度害怕，下意识抓住恩人的衣服，以至于在上面留下了2个黑手印，愧疚极了。司空暗垂眸，看了一眼胸前的2个黑手印，神色没有任何变化。他无人看到的眼底深处，一丝阴霾一闪而逝。司空暗阻止启儿不停鞠躬的动作，微微摇头：“无妨，不怪你。”谢谢，谢谢。走吧。启儿点头，小跑着离开此处。狂马的主人本想给启儿一点补偿，转念一想，还是作罢。这么多人看着，怕是他的补偿，启儿还没有捂热就被抢了。事情已了，司空暗自然不会留下来让众人围观，抬步往不远处一顶低调的软轿走去。步上软轿前，司空暗似是不经意地瞥了某个方向一眼，南嫣然微微蹙眉，那个方向是那启儿离开的方向。南嫣然心中没来由的一跳，不好，那启儿有危险。南嫣然也说不清为何会觉得那小启儿有危险，就是直觉，没有犹豫，南嫣然往小启儿离开的方向追去。而清俊俊雅的男子一步入软轿，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360度变化，阴暗诡谲邪异，男子似一刻也无法忍受，动作粗暴地扯下身上印着2个黑手印的蓝衣，凶猛的火灵力自他的掌心窜出，将那身衣服吞噬焚毁。火光倒映在男子冰冷残酷的眼底，无断的令人胆寒。繁华如神都，亦不可能人人都过着舒心的好日子，这里同样有乞丐和乞丐的聚居之地。心有余悸的小启儿此刻正往自己栖身的小破庙而去，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觉。暗中跟着小启儿的一抹黑影，见小启儿拐进了一条无人的暗巷，心知自己下手的机会来了。黑影盯着小启儿的眼神如看一块死肉。不知死活的小东西，竟敢弄脏殿下的衣服，那就拿命来赔吧。一念划过，黑影缓缓地抬起手中的弓箭，瞄准小启儿的后脖梗，弓弦一松，暗箭飞驰而出。黑影扭了扭脖子，一脸愉悦。杀戮的感觉可真是美妙。下一瞬，黑影表情僵住，一抹全身上下笼罩在黑斗篷内的身影破空而来，截住了那只将要夺人性命的暗箭。这斗篷人自然是直觉不妙，从而赶来的南嫣然。南嫣然目光森冷，素手一甩，将截下的暗箭原路奉还于黑影。黑影没想到会有人半路杀出，面色难看，狠狠地压了压唇角。黑影朝那袭向自己的暗箭射出一箭，2箭在空中相撞，发出一声音爆，双双化为齑粉。黑影见状，面色再度难看了几分，竟然不是单方面摧毁对方袭来的箭，而是同归于尽。可恶！是司空暗派你来杀那孩子的，好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表面观音，内里阎罗。黑影当然不会承认，殿下的美名绝不容任何人破坏。不知阁下在说什么？既然你跳出来多管闲事找死，那我就成全你。黑影收起弓箭，抽出腰间的弯刀，杀向南嫣然。南嫣然亦照出了寒水剑，看似薄如蝉翼的软剑，实则锋芒无匹。离尘剑法的第1、第2、第3式，南嫣然已学成，却还未对人使用过。少女横剑在前，
眉眼冷然。正好，今日就让此人做第一个尝试者吧。刀剑交击声充斥于此方天地，百招过去，仍未要了南嫣然的命，甚至未伤到他半分，自己反倒受了几处剑伤，这令黑影心生退意。此人修为远不及他，可这一手精妙的剑法实在恐怖，防不胜防，再缠斗下去对他无益。他死不要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对方利用他去攻击殿下。想着，黑影虚晃一招，趁机捏碎了藏在袖中的传送玉牌，逃之夭夭。南嫣然嘀咕一声没劲，屈指弹了弹有洁癖不染敌人半滴血的寒水剑，而后将其收起。南嫣然身影一动，降落到地面。巷子出口处堆叠着许多箩筐，南嫣然目光落在其中一个箩筐上，出声道：“没事了，你出来吧。”在南嫣然和黑影交战时，太过害怕的小乞儿躲进了箩筐里。南嫣然等了一会儿，不见小乞儿出来，心知他可能已经害怕的不相信任何人。既然小乞儿已无生命危险，南嫣然便道：“那我走了，你也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这世上的苦命人太多太多，一个个哪能帮得过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南嫣然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在南嫣然走后，小乞儿哆嗦着从箩筐中爬出，他面色发白，目露迷茫。那个要杀他的人，真的是救了他的安王殿下派来的吗？安王府，黑影跪伏在地，不敢看上手之人的脸，颤声道：“殿下，属下无能，没能杀了那乞儿。有人半路杀出，属下不是他的对手。”然而上手的男子却听不进黑影的话，他的视线被黑影身上的剑伤牢牢吸引。司空暗身影一闪，人已至黑影身前，视线里出现一截蓝色衣摆，面朝地的黑影心中惴惴，殿下该不会要当场结果了他吧？司空暗一瞬不瞬地盯着黑影身上的剑伤，薄唇轻启：“永恒剑意。”他绝不会看错，眼前的伤口附着的剑意是永恒剑意，那个早已陨落之人的永恒剑意。黑影不曾听说永恒剑意，感觉到头顶上方那极具压迫感的视线，心中战栗不已。他吞了吞口水：“殿下，属下办事不力，甘愿领罚。”司空暗凝视着附在黑影身上伤口处的永恒剑意，久久未动一下，如同一尊雕像。他那如工笔精心勾勒的迷人双眸，沉静的可怕，谁也不知那份沉静之下酝酿着怎样的风暴。在这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司空暗漠然的声音响起：“起来。”黑影满脸惊愕，难以置信：“殿下不准备惩处他，这不符合殿下一贯的作风啊！”疑惑归疑惑，黑影知道自己主子不喜欢重复自己的命令，火速起身。令黑影更震惊的事发生了，司空暗微一拂袖，一支药膏浮现在黑影面前，语调依旧淡漠：“涂上。”谢殿下。黑影晕乎乎地取过药膏，涂抹在身上的伤口处，全场眼神飘忽不定，完全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的状态。天要下红雨了吗？不然殿下为何不仅不惩处我，还赐药给我疗伤啊？沉浸于此种心绪中的黑影没注意到，他涂了药的伤口依旧狰狞，半点也没愈合。司空暗闭了闭眼，流畅柔和的面部线条显出了几分凌厉。这药膏专治刀枪剑戟之伤，效果立竿见影，涂上以后伤口会立即痊愈。只有那人的永恒剑意才会造成永不愈合之伤。时隔10几年，永恒剑意重现。穆渊庭，你不可能还活着！黑影吓了一跳，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殿下如此失态的样子。殿下！黑影想说什么，在对上司空暗的眼眸时，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心直直地往下沉。这一刻，
黑影只觉得自己被一头可怖的凶手盯上了。司空暗抬手轻轻地拍了拍黑影的脸，而后微微歪头，自言自语：与其被永恒剑意折磨一辈子，本王现在就让你解脱。黑影意识到什么，瞳孔骤缩。殿下，命字还未出口，黑影便七窍流血，成了一具尸体。无需司空暗吩咐，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动作娴熟地将尸体带下去处理，随即抬手间也了结了一条性命。司空暗眼底的杀机却未褪去。一个受了永恒剑伤的下属，他当然不会留着其继续碍眼，那只会令他时时想起那个人。那个人留在这世间的痕迹，他要通通抹去。又有人领悟了永恒剑意吗？司空暗动作优雅地拿起手边的琉璃盏，唇角勾起，笑意却不达眼底。无论是谁，都该死。随着死字落下，琉璃盏在司空暗的手中化为齑粉。司空暗的眼角一点点染上猩红，如玉的面容流露出疯狂病态的笑容。永恒剑意又怎样？穆渊庭，你永远也不可能赢过本王。这一生陪着他的人是本王，便是死，他也会与本王葬在一处。你们的儿子更是在本王的掌控之中。待激烈的心绪平复，司空暗又变为清俊俊雅的卓氏家公子的模样。一摆一动，司空暗抬步离开了此间殿宇，往王府的某个方向而去。司空暗于一片紫竹林外驻足，他的视线穿过重重阻隔，痴痴地凝望着紫竹林深处的那抹倩影。空寂的眸子一点点被狂热的爱意填满。阿姨，你不想看到我没关系，哪怕只是这样默默看着你，我亦心满意足。反正你永远属于我。南嫣然除去了救小乞儿时用来伪装自己的黑斗篷，去到药王租住的宅院。宅院名为碧芳园。药王和皮皮知道南嫣然会来，早就在等着他。几乎是在南嫣然一到碧芳园外时，两人就赶去迎接了。三道声音同时响起：闺女，宗主，义父，皮皮兄。三人一照面都有些激动，颇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事实上，他们自恶鬼岛一别，也就只过去了几天。不愧是尊主，我和药王易容了都能认出。我不也易容了？约好了在这见面，不可能认不出来的呀。夸夸王皮皮一本正经：不管，尊主就是最棒的。进屋聊吧，别杵在大门口了。南嫣然注意到自家义父的视线好几次不经意掠过他身后，不由得心中一动，义父应该是在找姑姑吧。南嫣然朝药王眨了眨眼：义父，姑姑在我空间照料施工呢。药王掩饰性的轻咳一声，而后疑惑道：施工？那不就是你姑姑的师尊吗？说来话长，我们边走边说吧。走，正好带丫头你熟悉熟悉这碧芳园。待三人逛完一圈，进入正厅落座，南嫣然也说完了事儿。药王拧眉，冷声斥道：那灵医谷和他的幕后之主当真是丧尽天良。神尊？这号人物……皮皮琉璃眸微眯着，语气悠悠：没听说过呢。对方极有可能是中州各大势力之主。皮皮冷冷一笑：别告诉他，这所谓的神尊是那两个叛徒。南嫣然寒声道：管那狗神尊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与他不死不休。双清和施工的仇，狗神尊及其爪牙加注在他们身上的痛苦，他必一一奉还。药王轻轻地拍了拍南嫣然的肩：闺女，义父永远是你的后盾。尊主，我毅然。我知道他并不孤单，有人会一直无条件地支持他。这时厅外传来一道清锐的女声：两位长老，晚膳已备好，
不知林冉姑娘可到了？南嫣然以眼神询问药王。来人是药王殿仅剩的4人之一。药王颔首加低声音：闺女，你来这儿住，并且也会参加炼药师大比的事，我已知会他们。他们知道后便着手准备晚膳，为你接风洗尘。南嫣然有些不好意思：那我们快出去吧，别让人久等了。3人起身往正厅外走去。及至厅外，4个年轻男女进入了南嫣然的视线，2男2女，其中1男1女相貌有几分相似。南嫣然想，这2人应该就是义父说的在炼丹一道上天赋超凡的那对兄妹。南嫣然率先跟4人打招呼：你们好，我是林冉。4人连忙自我介绍：你好啊，我是宋蕊，丹修。我是宋蕊的兄长宋墨，丹修。我是林袅袅，一休。我是程爷，一休。南嫣然觉得4人看自己的眼神过于闪亮，他有些纳闷。药王眼里流露出一丝笑意，大概知道为何。这4个小崽子恃才傲物，心气儿极高，他当然不是以武力征服他们当上客卿长老，而是以医术和丹术让4人彻底心服口服，反过来挽留他。药王传音给南嫣然：闺女，他们这么看着你，是因为义父跟他们说了，你的医术和丹术并不逊色于我。他们半信半疑，这会儿应该是想挑战你。南嫣然眸色微凝，他知道义父的用意，这是让他一开始就在药王殿树立绝对的威信。毕竟他和义父迟早有掉马甲的那天。宋蕊4人还是很有分寸的，尽管很想领教一番南嫣然的本事，但人刚到不久，要比拼也不适合在今日。4人中年纪最大的程莹温声道：两位长老，林冉姑娘，移步偏厅用晚膳吧。一行人移步偏厅，一顿晚膳过后，南嫣然与宋蕊4人之间的生疏感淡去了不少。离炼丹师大比还有2天，在接下来的这2天里，宋蕊4人和南嫣然进行了大比，结果是彻底被南嫣然征服，甚至南嫣然比药王带给他们的震撼还要多得多。宋蕊4人虽不知道药王的具体年纪，但药王比他们年长，还是看得出来的。南嫣然可比他们小啊，才15岁。若非亲眼所见，他们绝不相信世间会有如此年少的变态鬼才。绝大多数人都有慕强之心，宋蕊4人也不例外。他们才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对南嫣然的称呼直接由林冉姑娘变为大师姐。南嫣然纠正无果之后，也就随宋蕊他们了。2日时间一晃而过，炼丹师大比之日来临。南嫣然和宋蕊、宋墨去到了炼丹师大比的举办地——炼丹师工会总部。工会总部只允许参加大比的炼丹师进去，现场是没有观众的。不过这不意味着外人看不到这场10年一度的盛世大比。九州司法部有一件名为天幕的圣器，每逢全民关注的盛世来临，司法部都会将圣器天幕借于盛世的主办方。天幕可以将盛世举办地的情形照映到整个九州上空，所有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炼丹师大比并非只有中州100岁以内的炼丹师参加，其他8州的炼丹师只要符合要求就能报名参加。故而炼丹师大比不是一个地方的盛事，而是实实在在的九州全民关注的盛事。总工会外，南嫣然3人出示参加大比的资格凭证，工会人员核查无误后放行。3人一进入总工会，就有侍者过来引领他们去往举办大比的天极广场。此时的天极广场一片热闹之景，前来参加大比的炼丹师或3、3、2、2聚在一起闲聊，或独自一人发呆。南嫣然3人虽不是踩点来，却也到得比较晚了。可以说参加此届炼丹师大比的选手几乎都在广场上了。宋蕊扬了扬眉：好多人啊，估计有2、3千。宋墨摇头：不多，这些人来自大陆各地。
炼丹师这一职业是极需要天赋的，2-3千个炼丹师看似多，但相对于9州1万人口来说，少的不能再少。宋蕊转念一想也是，哥，你说的对。他侧手看向南嫣然，含笑道：大师姐，有你在，咱们药王殿这回势必崛起。啊，对，以大师姐在炼丹上的造诣，必能夺魁。南嫣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嘘，低调低调，你们知道就行。也是他们站在广场边缘，周围没什么人，不然呢，怕是许多人都要不高兴了。南嫣然自然也没什么好否认的，他冲着赤阳草而来，对夺魁志在必得。即使没有赤阳草这回事儿，为了让药王殿重回大众视野，魁首的名声荣耀，南嫣然亦会去争。这时一男一女的到来吸引了广场上许多人的目光。哎，快看，那是灵异谷圣女叶欢颜仙子！我的天哪，她好美啊！哎，欢颜仙子旁边的那人是谁啊？居然能和仙子同行？那你都不知道？咱们现在所在的炼丹师总工会的会长，你总知道吧？这个当然知道，总会长大人可是咱9州唯一的丹尊，7品炼丹师啊！难道欢颜仙子身旁那人跟丹尊大人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大了去了，那位公子正是丹尊大人的亲孙子，炼丹师总工会的少会长，名唤君石生。竟是丹尊大人的孙子，难怪能和欢颜仙子同行。还别说，君公子跟欢颜仙子才貌双全，门当户对，很是般配呀。这2位竟然也来参加大比，魁首怕是要从他们之间产生了。也不一定，有灵医谷和丹尊大人倾力培养，这2位实力肯定不俗。但毕竟年纪摆在那儿，叶圣女芳龄16，君少会长也才20。别忘了，大比对参与之人年龄的限制是不超过100岁。这场上可是有许多将近100岁的炼丹师，他们亦实力强劲，经验更丰富，有的甚至参加过好几届大比呢。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拭目以待吧。反正我是没戏了，纯粹是来锻炼自己、增长见识的。一片议论声中，南嫣然3人当属最淡定的了，只看了眼被议论的2位主角，便收回目光，静待大比开始。议论中心的2人对自己的一出现便引人注目的情况已然习以为常，天之骄子就是会有此等待遇。君石商看向身侧女子的眼神暗含倾慕。仙子，再过1刻钟大比便开始了。他生的也算是一表人才，通身的气度为骄矜2字可以概括。真是期待啊！叶欢颜淡淡一笑，状似感觉不到君石商的倾慕之意。见叶欢颜没有半分紧张，君石商愈发的欣赏这个女子。冒昧的问一下仙子，你希望自己在大比中取得怎样的成绩？少会长，谁都想夺魁，我亦不例外。纵我年少，场上不乏优秀前辈，我依旧会尽全力去争。在下和仙子的想法不谋而合。大比本就是各凭本事，少会长这么想很正常。在下眼里，夺魁固然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叶欢颜像是没有听出君石商的暗示，轻轻巧巧地岔开了话题。遇见过那一位风姿绝世的男子，他哪还能看得上别人？1刻钟疏忽而过，11人降临于天际广场前方的高台上。10人身着炼丹师总工会的长老服饰，为首的老者一身玄衣，面容古板，白眉垂至下颌处，他便是总工会的会长丹尊军舰。在会长军舰和10位长老出现后，热闹的天际广场瞬时安静下来，众人皆满眼崇敬，向往地看着军舰等人。这11人不仅是大比的裁判，更是丹道大家。同为炼丹师，谁不想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甚至超越他们？军舰的目光在整个天际广场环视一圈，肃声道：欢迎来自大陆各地的诸位前来参加本届炼丹师大比。
一番官方发言之后，军舰宣布：本届炼丹师大比正式开始。紧接着，一名圆脸长老接话道：大比举办3日，共4轮比试，今日进行第1、第2轮比试，明日第3轮，后日第4轮。最终位列前100名者，炼丹师总工会、灵一谷、中州学院炼丹分院这3方可任选一方加入，3方将对加入者大力培养，倾斜资源。位列前3甲者，除封后的奖励之外，若选择加入3方任意一方，可被3方首领总工会会长、灵一谷谷主、中州学院炼丹分院院长收为亲传弟子，亲自指导丹道上的修行。底下众人听得心潮澎湃，能成为那3位大佬的亲传弟子，得他们指导，这辈子稳了。荣华富贵、名声地位应有尽有。看着众人激动的神色，圆脸长老很满意自己的话造成的效果。他最后宣布：诸位，第1轮比试为在1炷香时间内炼出任意一种3品丹药，不限品质。比试现在开始计时。和修为境界一样，丹药自然也有等级，丹药的等级由低到高。和修为境界一样，丹药自然也有等级，丹药的等级由低到高为1至9品、仙品、神品。每个等级的丹药，其品质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丹药含有的丹毒越少，纯净度越高，纯净度50%以下为下品丹药，50%到80%之间为中品丹药，80%到99%之间为上品丹药，完全不含丹毒，纯净度达到100%为极品丹药。在圆脸长老话音落下，开始计时后，众人火速地祭出了自己的炼丹炉，原地炼丹。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欢喜的自然对着第1轮的比试10拿9稳，愁的人有炼不出3品丹药的，有炼得出但1炷香时间不够的。南嫣然刚要举出刘彦鼎，想到什么，以意念沟通他：宝儿，变丑点，你太惹眼了。他只想顺利地拿到赤阳草，不想因为怀璧其罪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嘤，这长得太美也是一种烦恼啊。刘彦鼎感叹了一句，乖乖地按照自家主人的吩咐做了。只见通体火红、绚丽的如同火焰铸造的刘彦鼎摇身一变，美鼎变丑鼎，华丽的外观褪去，整个鼎灰扑扑的，丝毫不起眼。主人，这样可以吗？非常好。南嫣然满意地取出小丑鼎，着手炼丹。至于丹火，南嫣然不准备用混沌圣火，用自身的火灵力催发的火就行。他选择炼制的3品丹药时，能助灵王境之下的灵修提升1个小境界的聚气丹。没错，聚气丹的等级并不高，是3品丹药。然而聚气丹的丹方只有南嫣然和药王有，无论何时何地，能让人毫无副作用提升修为的丹药都是最受修士喜爱的。毕竟修士最看重的自然是自己的修为了。聚气丹的珍贵可想而知，当初南嫣然将聚气丹交由灵南楼拍卖，时隔1000年，聚气丹的问世在九州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没有人不好奇那位神秘的仙医真实身份。奈何开满了全大陆的灵南楼对仙医的身份半个字儿也不肯透露。灵南楼这等屹立不倒的庞然大物，没人得罪得起。即使再好奇仙医的身份，所有人也只能搁心里想想。主人，你想好了？小兵的声音在南嫣然的脑海里响起。聚气丹一出，你仙医的马甲可就要掉啦。哼，小兵兵，天幕将此间的情形映照在大陆各地上空，主人我代表药王殿参加大比，还有比这个时候更适合掉马的吗？很快无人会知晓，那位他们猜测已久的神秘仙医来自药王殿。高台上摆放着一张长桌，丹尊军将和10位长老坐于长桌后，待长桌上的香炉里的一炷香燃尽，
一名方脸长老起身敲锣，声震全场。时间到，第一轮比试结束，所有人停止炼丹。未能炼出3品丹药者，请自行离场。军舰和长老们并不需要亲自下台去逐一检验参与大比之人这第一轮比试完成的如何，他们的神识遍布整个天际广场，所有参比者的炼丹结果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参比者们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没练出和练不出的参比者，没人抱着侥幸心理挺着不走，被揪出的话，那可是丢脸丢到全大陆了。数百人面色黯然的离场，剩下的参比者面前皆悬浮着一颗丹药，丹药上的3道丹纹表明他们是3品丹药。这一轮比试只需练出3品丹药便算通过，不限丹药的品质。不少有能力练出中上品3品丹药的人，因为时间原因，最后成丹只有下品。素墨兄妹看着悬浮在南嫣然面前的丹药，心中激动不已。不愧是大师姐啊，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是极品丹药啊！一炷香这点时间，照样影响不了大师姐的发挥。虽说第一轮比试不限丹药的品质，但不代表军舰和10位长老不会留意个别种子选手的丹药品质。比如军石商叶欢颜、中州学院炼丹分院院长的孙女儿白翩翩，以及参加过好几届炼丹师大比经验丰富的几位老手等。而这几位种子选手也不愧是夺魁热门人选，他们面前的丹药皆是上品。大部分参比者选择炼制的是3品丹药中最容易炼制的凝血丹，这几位种子选手却不是，他们炼制的丹药各不相同，但在3品丹药中皆为炼制过程有些难度的。军舰和长老们虽没说什么，眼神却是满意的。方脸长老刚要让余下的参比者们收起丹药，恭喜他们通过第一轮比试时，他外放的神识忽然发现了什么，使得他浑身一震，眼底写满了震惊。极品丹药。方脸长老旁边的圆脸长老耳尖的听到了他的呢喃，眉头猛地一跳。什么？极品丹药在哪儿呢？极品丹药。另一名长老摇了摇头。方长老莫要说胡话，当今世上哪儿还能有炼出极品丹药的人呢？就连他们贵为丹尊的会长大人也做不到让炼出的丹药纯净度达到100%。方长老深吸一口气。最左侧最后一列的那位紫衣少女，她面前的丹药是否为极品，你们一看便知。闻言，其他长老包括军舰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方长老口中的少女身上。那少女自然是南嫣然。方才军舰等人只留意了种子选手的丹药品质，其他人只确认了是3品丹药，并未仔细查看适合品质。丹药的品质会反映在丹药的体表上，下品丹药一半表面显现单独形成的灰褐色杂质，中品丹药比下品丹药显现的灰褐色杂质范围小，上品比中品小，极品丹药不含丹毒，表面无一丝灰褐色杂质。军舰等人死死地盯着悬浮在南嫣然面前的丹药，心神俱震。通体乳白色的丹药，不含一丝杂质。圆脸长老喃喃：当真是极品丹药。可是怎么可能？是怎么做到没有一丝丹毒的？而且还是出自一个才10几岁的少女之手。方长老稍稍缓过劲儿来，纳闷道：为何我看不出那是什么丹药？会长还有诸位可有判断出来？众长老凝神鉴别了一会儿，无果。九州还存在我们不知晓的3品丹药，会不会那不是丹药，所以体表才不含单独形成的杂质？那倒不会，它体表有象征3品丹药的3道丹纹，是丹药无疑。那到底是何种丹药啊？长老们看不出个所以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军舰。除了察觉到被人关注的南嫣然，
没人知道高台上的大佬们为何忽然窃窃私语起来。哦不，还是有一个人知道的，那便是身为军舰之孙，从小在炼丹师总工会长大的军师商。军师商心中一沉，他亦留意了有资格跟自己争夺魁首的人的表现。他和他们都是正常发挥，不至于引起台上人的讨论。祖父和长老们的异样，极有可能是因为场上出现了实力不弱于他们这些夺魁热门人选的黑马。军师商眯了眯眼，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往届也有黑马杀出，这并非特例，祖父他们不至于如此。只有一个可能，那人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以黑马定义的范畴。军师商不觉地咬紧了后槽牙。那个人是谁？军舰迎着长老们疑惑不解的眼神，缓缓吐出3个字：聚气丹。长老们一时没反应过来。会长，什么聚气丹？几秒后，他们一个个表情僵硬，若非要顾及形象，怕是会当场失态。方长老喉咙干涩。会长，是我们知道的聚气丹吗？军舰目光幽沉，徐徐点头。你们也知晓，福生楼尚未更名为陵南楼之前，本尊曾托人为我拍得一颗聚气丹。身为炼丹师总工会会长，他要聚气丹，当然不是为了服用它，而是为了研究出聚气丹的丹方。岂止他，林一谷，中州学院炼丹分院的院长，以及中州之外的丹修势力，谁不想要聚气丹的丹方？能提升修为的丹药永远最畅销。那少女炼出的丹药与本尊托人拍得的聚气丹，无论是哪方面都别无二致。可惜本尊至今也未能钻研出聚气丹的丹方啊。军舰语气充满了遗憾，众长老的神色已经麻木了，震撼到失语。会长的判断不可能有错，可是聚气丹出现在炼丹师大比之地，这岂不是说明炼出他的紫衣少女就是那位从未在人前现身过的神秘仙医？长老们心情复杂，他们想象中的那位仙医，即便不是活了数百岁的老者，也不会是一个10几岁的少女啊。军舰捋了捋胡须，老目微眯。此女是否为那位仙医尚待确认，但有一点。他扫了众长老一眼，没继续说下去。长老们却明白自家会长的未尽之语，那便是聚气丹的丹方，他们炼丹师公会要定了。这世上细心又聪明的人很多，除了军舰等人，灵一谷谷主叶正堂，中州学院炼丹分院院长白崇，以及中州之外的一些关注着这场大比的人，亦发现了南岩染炼的丹药是聚气丹。他们平静的心湖如被投下了一块巨石，水花四溅，涟漪层层荡开，再难恢复之前的平静。和军舰一样，这些人想的也是要拉拢南嫣然，从而得到聚气丹丹方。如果南嫣然真是仙医，那就更好了，与一位鬼才炼丹师交好，百利而无一害。老袁，军舰看了一眼圆脸长老，袁长老会意。恭喜诸位通过第一轮比试，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试。第二轮比试为半个时辰内炼出3品丹药，成丹不少于5颗，品质要求皆为上品。这回袁长老没有立马开始计时，像是要给底下众人一点缓冲的时间。听到第二轮比试的内容，许多参比者面上已经浮现挫败颓唐之色。一炉至少承担5颗，还都得是上品。我要疯了！这届大比的难度竟然比上届提高了，时间还是半个时辰不变。上届要求的承丹是不少于3颗，品质是中品。这届从3颗到5颗，从中品到上品，这是要我的命啊！承丹率和丹药品质是那么容易提升的吗？依旧是有人自信，有人愁。主人，这一轮还是炼聚气丹吗？刘彦鼎以意念与南嫣然交流，南嫣然笑了笑，哼，当然不啦。
只凭聚气丹，场内场外关注他的那些人，只怕仍对他仙医的身份存疑。所以这回他要炼的是同为3品丹药，也以仙医之名在灵南楼拍卖过的续脉丹。续脉丹顾名思义，可助人锻炼的经脉连续上。经脉有所损伤之人，在修炼界也是非常多的。南嫣然无聊的上下抛着流焰鼎，聚气丹加续脉丹，这便不是巧合了。脑瓜子稍微灵光点的人，就不会再质疑他仙医的身份。片刻后，袁长老的声音再度响起：好了，第2轮比试此刻开始计时。参比者们立刻心无旁骛，投入到炼丹中。军剑和众长老以及身在别处的一些人，皆死死地盯着南嫣然。他们不只想知道南嫣然这会儿炼什么丹药，更想知道他的丹药过程到底有何特别，为何能炼出不含一丝丹毒的极品丹药。看到南嫣然打出的火焰，方长老挑了挑眉：此女的丹火也无甚特别呀，就是火灵力催发出的火。她那灰扑扑的丹鼎跟那些市面上的廉价丹鼎一模一样。不得不说，此女的动作实在太游刃有余了，如行云流水啊。续脉丹南嫣然炼过太多次了，且3品丹药对他来说毫无难度，他很快便搞定了。见南嫣然熄灭丹火，军剑等人难掩诧异：这就成了？不是吧，这才过去了多久？他这有一盏茶的时间吗？没有。军剑眉头机不可见地皱了皱，即便是他也做不到在不到1盏茶的时间就炼出一炉成丹不少于5颗，品质为上品的3品丹药。再看场上其他人，无一不在忙碌。军剑等人盯着流焰鼎，目光像是想要穿透鼎身，看到鼎内是个什么情况。然而他们只能等比试结束时，所有人亮出自己的丹药，才能知晓结果了。不过瞧着南嫣然轻松自在的神态，场内外因聚气丹而关注着南嫣然的人，即使再震惊，心里多少也有数了。一旁的宋墨兄妹转头看到已经闲下来的南嫣然，目露崇拜：强人啊！大师姐，你是我们的神！在一片忙碌之景中，姿态闲适的南嫣然显得尤为突出。九州各地正在实时观看大比的人，想不注意到南嫣然都难。不过他们的目光只在南嫣然的身上停留了一瞬，便关注别人去了。没人认为这个不到1盏茶时间便再无动作的少女已经按照规则炼好了丹，100%是知道自己炼不出来，干脆也不挣扎，直接放弃了。中州东部梦神山，烟岚云秀，瑶霭流玉，一柄长长的拂尘悬浮于山顶上。拂尘上仰躺着一个面容慈和的老者，老者双手交叠，置于后脑勺处做枕头。他笑眯眯地望着天幕，天幕上正是炼丹师大比现场的情况。拂尘下方，2个少年郎满脸不解，红衣少年双臂环胸，纳闷道：师尊怎么关注起炼丹师大比来了，还看得如此投入？蓝衣少年悠悠一叹：谁知道呢？没有师妹参加的炼丹师大比，无趣乏味。反正我是没兴趣看。他话音刚落，老者漫不经心的声音随之响起：谁说你师妹没参加？蓝衣少年一怔，俊秀精致的面容浮现出一抹愕然。红衣少年亦感意外，2个少年郎不是别人，正是魏绵与楚天青。2人腾空而起，一左一右飞至老者身侧，激动道：师尊，您的意思是师妹参加了炼丹师大比？怎么会？师妹不是在灵医谷搞事情吗？老者对自己这2个弟子一人赏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们俩这师兄当的，哼！未免2人惊喜地抬头望向天幕，师尊所言岂能有假？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能见到师妹了。认得出来
哪个是你们师妹吗？老者语气凉凉，仿佛魏冕二人若答认不出就要倒霉了。魏冕和楚天青相视一眼，感觉受到了侮辱。师尊，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们了，我们怎么可能认不出师妹呢？那你俩说说，场上哪个是小冉冉？师兄弟的目光在场上搜寻一圈，同时伸手指向同一方向的一抹倩影。她便是我们的师妹。哦，怎么认出的？师妹可是仙医，场上那么多人，只有她才有仙医的气度。她是姿态最轻松、最自信的那个。你们两个还不算太愚笨。魏冕二人早已习惯了自家师尊的毒舌，只觉亲切。师尊，您又是怎么知道师妹参加了炼丹师大比的，还认出了改容换貌后的她？您与师妹才见过一面呢。三名气质迥异的俊美青年于这时踏上山顶，恰好听到了楚天青的后半句话。我没听错吧？有师妹了，在哪儿呢？在天上呢。楚天青下意识地应了一句，话出口才反应过来，来人的声音甚为耳熟。楚天青回头一看，面露惊喜之色，连忙从空中落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魏冕紧随楚天青之后落地，含笑道：三位师兄是约好了一起回来。三人中一袭月白色长袍书生模样的青年微微摇头，恰好在山下碰上了。气质温和给人如沐春风之感的他乃大师兄楼继雪。楼继雪左侧的冷面青年为二师兄冷宪，右侧则是方才精神问师妹在哪儿的三师兄宁纠。纵然很想知道关于师妹是怎么回事，师兄弟三人却没有忘了该有的礼数。他们朝躺在浮尘上的老者行礼，异口同声：弟子见过师尊。回来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打扰为师看你们师妹惊艳九州。语气大有若打扰他便做好被扔下山的准备的意味。我们师妹得到了自家师尊的实锤，楼继雪三人眸光一亮，齐齐地看向魏冕和楚天青身上。身为师弟的二人十分自觉。三位师兄别急，我们这边为你解惑。小师妹名为南嫣然。很快楼继雪三人便对南嫣然有了大致的了解。三人汗颜，很是后悔没早点回来。师妹都入师门快1年了，他们当师兄的居然现在才知道她的存在，太不应该了。炼丹师大比。楼继雪三人立刻抬头望向天幕，他们这才知道楚天青的那句在天上呢是什么意思。看，那就是师妹。师妹变换了容貌，她的真容师兄们亲眼见到她时便会知晓，具体我就不多说了，留点神秘感。楼继雪三人凝视着楚天青指认的紫衣少女，眼中流露出欢喜之色。师尊这回给力呀，总算给他们拐了个软萌小师妹回来。师妹会在师尊寿辰前来到这里，师兄们尽快准备好给她的见面礼吧。经魏冕提醒，三位师兄才想起来，是了，见面礼。楼继雪三人陷入沉思，送小师妹什么见面礼好呢？炼丹师总工会天极广场，半个时辰过去，袁长老宣布第2轮比试结束。军舰和众长老第一时间留意南嫣然的举动，想知道他从丹鼎中取出的是什么丹药。这一看令他们吓了一大跳。一炉成丹30克，全都是极品。30克？这怎么可能啊？这等成丹量，只有1000年前的药王与其传人9弟才能做到。这是续脉丹，那位仙医交由灵南楼拍卖过的续脉丹。先是聚气丹，后是续脉丹，此女的身份可以确定了，她确为那位名声大噪的仙医啊！使用了不到1盏茶的时间，竟能做到如此可怕的程度，难怪敢号称仙医。军舰没出声，心中喜忧参半。
喜的是仙医主动现身，不管他的炼丹术有多厉害，他所拥有的宝贵丹方都不会再属于他一个人。忧的是有仙医这样的妖孽在，他的孙儿如何能夺魁？除了军舰和众长老，九州各地无数双眼睛皆被南嫣然一炉成丹30克，颗颗为极品所吸引，简直是震动人心。许多之前认为南嫣然姿态闲适是放弃了比试的人，已彻底失语。看着这一幕的楼继雪3人面露赞叹，小师妹真绝了，妥妥的碾压全场。魏冕和楚天庆还算淡定，两人也不是第一次见南嫣然炼丹，清楚她的能力。不多时，长老们核查完所有人的比试结果，又一批人黯然离场。第2轮比试淘汰的人比第1轮多了1倍，场上剩下的人不到总参与大比之人的1半。君时商、叶欢颜等被看好的夺魁热门人选，自然不会在第2轮就折戟。宋墨、宋蕊亦顺利地晋级下一轮。军舰收敛心绪，起身发言：恭喜诸位通过第2轮比试，今日的比试到此结束。第3轮比试明日4时初开始，还望诸位不要误了时辰。是。随后众人有序离场，南嫣然刚迈开步伐，便收到了一道传音：仙医请留步。对传入自己脑海中的声音，南嫣然并不陌生。声音的主人正是方才发言过的军舰。南嫣然自然知道这位会长大人为何唤住他，毕竟对方都直接称呼他仙医了。不管对方出于何种目的唤住他，念及自己需要的赤阳草在这炼丹师公会，南嫣然不好不给对方面子。他对宋墨兄妹道：你们先回去吧，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去办。好，那我们先走了，大师姐再见。1刻钟后，南嫣然被军舰的药童引至一处静谧的阁楼。阁楼内，军舰及10位长老已经等候在此。南嫣然一踏入阁楼，除了军舰，众长老皆从座位上起身，10人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盯着南嫣然，像是要从他脸上看出花来。军舰抬手示意他对面的位置：仙医请入座。在10几双眼睛的注视下，南嫣然不动声色地落座。待下人奉上茶点退下以后，一位长老忍不住问道：姑娘，当真是1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位仙医？如假包换。仙医莫怪，老夫就是确认一下，没有质疑的意思。以仙医在今日2轮比试上的表现，足够证明自己的身份。仙医只是个名号，最重要的还是掌握在手中的真本事。不知会长着人请晚辈来此，所谓何事？仙医快人快语，那本尊就直说了。军舰收敛起在外时的气势威压，如同寻常老者一般，表情真诚和蔼。本尊与炼丹师公会素来惜才，初闻仙医之名号时，就有招揽之意，奈何无法得见仙医。今终见仙医，故招揽之心再起，特邀仙医加入炼丹师公会，不知仙医意下如何？炼丹师公会必会给予仙医最好的待遇。军舰想得很好，把人招揽进来，既不得罪对方，又能顺理成章获得对方手中的珍贵丹方，可谓是上上策。不提对方手握失传丹方，只他那一手炉火纯青的炼丹术，公会能得他加入，无异于如虎添翼。身为九州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军舰当然不会一上来就威逼南嫣然交出丹方，那样实在有损他的脸面。围观的众长老心中惊异，他们中有自己主动加入公会的，有军舰招揽来的，还是第一次见军舰态度如此之好，连一丝架子都没有。不过也是，这位仙医小小年纪的确非同凡响，将来成就不可估量，他的价值远在他们之上。再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也改变不了，
对于军舰的招揽，南嫣然没有多意外。不止军舰，相信踏出炼丹师公会之后，还会有人找上他。军舰态度有礼，南嫣然自然不会以冷脸相对。他歉意道：“会长的美意，晚辈心领了。只是晚辈已有师门，入师门那日便立下了天道誓约，此生绝不脱离，背弃师门。若违誓言，便神形俱灭。晚辈热爱自己的师门，也惜命，故而会长的招揽，恕晚辈无法应下。”天啦路，主人真有你的，天道誓约都整出来了。哎呀，主人我也没办法呀，只有这样说才能堵死这军会长的所有话头。天道誓约涉及他的性命，对方再不甘心，也没办法强迫他加入炼丹师公会。南嫣然的回复如一潭冰水，一下子浇熄了军舰和众长老的火热心思。天道誓约，怎么会这样？军舰他们倒不意外南嫣然有师门，他小小年纪便掌握了那般精湛的炼丹术，除了自身天赋卓绝之外，不可能没人教导。关键是有师门就有师门吧，立什么天道誓约呀？军舰那双精明的老眼直勾勾地盯着南嫣然，不放过他每个细微的表情变化，似乎在判断南嫣然的话是真的，还是不愿意受他的招揽的托辞。与此同时，蹲守于总公会外面的两方人马见参与炼丹师大比的人都走完了，也没瞧见要蹲的那位紫衣少女的影子，连忙联系各自的主子。传讯室另一头，灵异谷谷主叶正堂、中州学院炼丹分院的院长白崇分别收到了下属的禀报，两人皆变了脸色，差点捏碎了手中的传讯石。这只老狐狸果然快了他们一步行动了，可恨！叶正堂和白崇气闷了片刻，吩咐下属继续蹲守，务必要请到仙医。军舰动作比他们快又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就此放弃的。即便仙医已经答应了军舰的招揽，那也无妨，他们还可以再挖他的墙角。阁楼内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好半晌过去，军舰开口打破了这令人难耐的气氛。那真是太遗憾了。既然仙医有此等特殊情况，本尊尊重仙医的意愿。既然如此，炼丹师公会的大门始终会向仙医敞开。多谢会长理解，您的厚爱晚辈感念于心。啊，不知仙医师从何人，师门是何门派？参加炼丹师大比者都在各自所在地的公会报过名，军舰手中有着总名册，但这不代表军舰和众长老看到一个参加大比之人就知道对方是谁。身为大比的主办方，他们至多只认得出个别有望夺魁者，因此对于暴露仙医马甲的南嫣然，军舰无法在总名册上找到对应之人，除非核查南嫣然报名时公会发给他的资格凭证，也就是录入了他个人信息的白玉牌。南嫣然大方地取出自己那块白玉牌，会长核查一下此玉牌，便知道晚辈来自何门何派了。好。军舰分出一缕神识，沉入白玉牌里，眼前所见令军舰骤然瞪大了眼睛。玉牌上赫然写着林冉15岁，代表药王殿参加炼丹师大比。军舰确认了好几遍，自己并未眼花看错，方才将神识撤离白玉牌。他惊疑不定地看着南嫣然，仙医竟来自药王殿。不错。听着两人的对话，众长老大惊，药王殿是他们想的那个药王殿吗？军舰一时有些不知要说什么，他已有数十年不曾留意过药王殿相关消息了。一个早800年没落的势力，不值得他堂堂担尊给眼神，却原来药王殿在被他忽视遗忘的岁月里，又有实力强悍的新鲜血液注入了吗？趁军舰等人争论之际，南嫣然提出了告辞，再次感谢诸位对晚辈的欣赏，晚辈还有事，失陪了。军舰等人找不到把人留下的理由，只得放了南嫣然离开。南嫣然刚踏出阁楼，便对上了一双充满傲气的眼。
那双眼的主人是君石商。君石商看着像是在阁楼外等了很久。南嫣然没有要跟君石商打招呼的意思，连点头致意都懒得做，径直走人，应付下君石商的祖父君建就行了。他这个少会长没那个必要，况且君石商还是那个叶欢颜的追求者。见南嫣然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君石商眼神阴鸷了几分。之前比试上引得祖父和长老们窃窃私语无比关注的人就是此女。他再也瞧不见南嫣然的背影，君石商收回视线，进入阁楼。顾不得见礼，君石商急声问道：祖父，刚才出去的那女子。石商，你来得正好，祖父有话要跟你说。祖父，您请讲。君建瞥了一眼众长老，长老们会意，纷纷退下。而后随着君建的叙述，君石商由最开始的瞳孔地震到最后的表情麻木。那女子竟是1年前横空出世的神秘仙医。君石商10000个不愿意相信，但他知道祖父不会骗他。本以为他君石商才是年轻一代的丹道第一人，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谁成想这世上竟有比他还变态妖孽的人。不到1盏茶的时间，轻松炼出品质为上品的3品丹药，而且一炉承担30克。君石商语气艰涩，眼底深处燃起了妒火。祖父，此女会妨碍我夺魁的，魁首只能在我和欢颜仙子之间产生，其他谁也不行。祖父，此女来自那什么药王殿，特意参加大比暴露仙医身份，定然别有目的，不能让她得逞的。而且除了聚气丹和续脉丹，她手中定然还有不少我们不曾掌握的丹方和药剂，比如她拍卖过的极品洗髓灵液。祖父，您怎么就把人给放走了？该把她扣下的。君建瞧着自家孙儿眼里的不甘，抬手在他额头上敲了一下。把人扣下？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关注那凌然吗？他的出事地点怎能在我炼丹师总工会？祖父这话是同意对付那女子了。哼，不管那凌然是否真的如他所说，在拜入药王殿时立下过天道誓约，既然他不识抬举，拒绝了我的招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放心，魁首只会属于商儿你，明日第3轮比试，他便会被淘汰。祖父有何妙计？妙计谈不上，商儿，你想想第3轮比什么？君石商想了一下，眸光骤亮。我知道了，祖父。祖父会安排好一切，你只管安心准备比试就行。是，孙儿告退。君石商心情大好地离开了阁楼，室内恢复寂静。君建拍了拍手，一名影卫凭空出现。主上有何吩咐？去查查药王殿，有关药王殿的任何事，务必巨细无遗地禀告给本尊。是，主上。影卫来无影，去时亦无踪。南嫣然知道炼丹师总工会外定然有人在蹲他，所以在踏出工会的那一刻，南嫣然一连服下了几颗增速丹，然后撒丫子跑路。叶正堂和白虫派来的人望眼欲穿，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蹲的人会有如此举动，当场傻眼。争论过后，再想去追，依然难觅芳踪。双方只好回去跟各自的主子复命。南嫣然如龙卷风一般刮进碧芳园，宋蕊兄妹目瞪口呆，连忙一左一右地架住他。大师姐，你这是？增速丹的效果太好，吃多了有点停不下来。药王踱步而来，猜也能猜到。冉冉，是为了躲避那些想招揽你的人吧？但只能避一时。以军舰之流的江湖地位，这里恐怕很快就会被他们的人查到。隐匿身形的玉出现在人前，对南嫣然说：
冉冉，你和义父他们去神都的陵南楼住吧。好，南嫣然真有此意。陵南楼确实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便没有和玉的这层关系在，以南嫣然名誉长老的身份，也有权让陵南楼庇护他所在乎之人。素墨兄妹程莹和李袅袅看着突然